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。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，省委书记亲自送行，真的是受宠若惊。哦，哪一个任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？我变卦了，不让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了。农机站站长的任命权在地区行署，应该由新任的地区行署专员来任命。傅军同志啊，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。至于那个农机站长，那是你的事情了。乔书记，坐下，坐下。这担子太重了，我实在是没想到，在省委组织部考察的基础上，乔书记又用他自己特殊的方式，对你进行了严谨的考察，并向省委常委会提出建议，获得一致通过。据我的考察，如果不是文化革命，你早就能够成为第一级的领导干部了。你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。更重要的一点，是你对黄原人民和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。我们相信你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。这太过突然了，是不是组织上再考虑考虑？省委已经决定了。傅军同志啊，这是党的需要，是黄原老百姓的需要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你来看，这儿，这就是我们省的中部的平原地区，哦，也是我们省的白菜心儿哦。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，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白菜心儿。那些散布在平原上大大小小历史上的帝王的坟冢，就是证明。是对我们省来讲，这块风水宝地实在是太少了，只占19%。中间是白菜心儿，周围全是白菜帮子。特别是南部和北部山区的千百万广大群众，他们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呀。地图的后边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呢？这使我寝食难安呀。傅军同志，你能让黄原这个白菜帮子也变成白菜心儿吗？把老百姓碗里的黑馍变成白馍，不再是理想，让它成为现实。我服从组织分配。真没想到，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复军。我就反感田复军这类干部，自以为是，什么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。谁都知道我苗凯不会重用这类干部，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，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？刘书记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回到办公室吧。你的高血压又不是1天2天，从班子团结的角度讲，你在田复军上任的这个时间住进医院，有点个人义气吧？那同志们怎么看你？省委领导怎么看你？我已经都54岁了，政治生命快到头了。我请假看病，住进医院里，这也是一个办法。一方面呢，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么对待我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可以一下把工作甩给他田复军。他刚上任，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。他田复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干过，这猛一下让他独立主持一个地区的工作，
不出洋相才怪呢。苗书记啊，那你是太不了解田福军这个人了。田福军是越在高压状态下，他越能迸发出强大的能量。这是我跟他在原西工作了近10年的时间得出的结论。咱这个黄原啊，可不是原西呀，面积和人口就相当于一个阿尔巴尼亚。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，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，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。再深呼吸。小徐啊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我这儿有病人。那我在这儿等一会儿你。去药房吧。好，谢谢。冯副专员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苗书记住进了你们医院的高干病房，你去看看他。苗书记有他的专职医生，用不着我看。我不是说让你跟他看病，你去看望一下他。你何不借这个机会，帮着夫君和苗书记缓和一下关系呢？等他来上任的时候，也好开展工作嘛。好，行，去吧。苗书记，田福军同志的爱人徐爱云来看你。苗书记，哦，我知道，他的医术啊，在黄原人民医院是叫得上号的。坐吧。来，坐。苗书记，您哪不舒服啊？哎，血压高。你是不是觉得血压高不用住院？没有，不是。您看这个全地区的工作都压在您一个人的身上，您的身体健康当然是非常重要的。等福军同志一来上任，我肩上的担子就可轻不少啊。嗨，老田他怎么能替您分忧呢？苗书记，要是老田以前有什么不敬的地方，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你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？省委已经任命田福军同志为黄原地区行署专员了，他马上就来上任了。爱云同志，你就高兴吧。苗书记，您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了。那你好好养病，我先走了。小徐，哎，小徐，你们过去对田福军的侮辱还不够吗？现在又拿这种方式来对我，我求你们放过我，我惹不起你，我还躲不起你吗？你真的不知道田福军要回来当专员的事吧？他只是告诉我他回来当农机站的站长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我知道了，组织上要是不宣布啊，他肯定不会告诉你。他这个人，你也知道，田福军啊，在原则问题上是个近乎于迂腐的人。你说什么我都不信，除非他亲口告诉我。这回啊，我丢人呢，算是丢到家了。昨天还有人在传我继任专员，可今天呢，
田福军成了黄原地区议论的话题，他的详细经历都成了人们口头传递的信息了。要说丢人啊，那我就更丢人了。我以前跟田福军是门对门的上下级关系，现在还是门对门啊，哼，反过来的上下级关系了。生活在变，社会在变，人也在变，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情。从县级直接跳到地级，前所未有啊！不管谁接任，我都能想得通。田福军，我想不通啊！想不通也得执行啊，省委的决定，我们能不服从吗？苗书记，苗书记，田福军专员已经到了。到哪了？他一个人到地委机关去找您报到，知道您在这里住院，直接奔医院来看您来了。一般情况下，地委领导来上任，省委肯定会派人来送。他怎么一个人来？这个人真是喜欢另搞一套。你们两个去接一下吧。这人事变动也很正常。高书记，你好。石宽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好久不见了。福军同志，你当专员，小心我挑你的毛病。孔子不是说吗？吾日三省吾身，有你挑我的毛病，那我还进步了，我求之不得。哎，苗书记在里头等着。好，那我先进去了。苗书记，苗书记，哟，哦，好，哎呀，欢迎你回来担任专员职务。来来，坐坐坐。苗书记，我从来没有担过这么重的担子，您是一把手，又是我的老领导，我还是希望能听听你多指导我。哎，我已经不行了，思想僵化，很难适应目前的工作呀。我最近呢，身体很不好，这血压又升高了，这从早到晚这昏昏沉沉的。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。苗书记，我一来您就要走啊，我怕我担当不了这个责任。哎，既然你今天已经到位了，而且呢，又是排在地委第1号的副书记，以后啊，这地区的工作就全面管上吧。我还是想先适应一下，能不能让高凤阁同志先主持一下工作？哎，你主持吧，也没什么呀。地委和行署，你都工作过嘛，情况你都了解，就放手大胆干吧。啊，即使啊有重大决定，只要常委会通过了，那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了。我呢是想抓紧这一段时间，把病看看。夫君啊，我对你的以前那点工作安排啊不恰当，希望你能见谅。苗书记，咱不说这个了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服从组织安排，这是党的原则。哎，你呀，回来也没给人提前打招呼，人生气了。赶紧先回去，把后院整顿好了啊！您安心养病，我随时向您汇报工作。哎呀，行，赶紧去吧。好，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。哎，好，好，走吧。海源，哟，做了这么多菜啊，吃得了吗？这太奢侈了吧？
今天杜正贤啊，带着好多黄源的老部下，说是来给我接风。哎呀，我这嬉皮笑脸的，好不容易把这些老乡打发走了。哎呀，饿死我！等等，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？我就你这么一个老婆，你当然是我老婆。那你的事儿我应不应该知道啊？海云，该告诉你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你回来是当专员，不是当农机站站长。今天冯世宽和苗书记问我，搞得我一点也不知道，特没面子。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，这是组织原则。不过，我觉得现在特有面子。哎，我给你盛汤啊，你喜欢喝的。饿了吧？我老饿了。谁啊？哎，等等，我去开门。咱现在是专员，反正谁想见就见。哎，我是共产党的干部，又不是官僚。谁啊？哟，夫君，石款。来，坐下，坐。我这是跟咱乔书记学的，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来访的客人不拘谨。坐。夫君，我今天来看你，不是因为你当了地区专员，你就是不当专员，我也要到省城去看你。想跟你好好谈一谈。过去的事情，不说了。要说。我在中央党校也学了1年多时间，也思考了一些问题。我有时候觉得呀，你这个人啊，不简单。在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乱复杂的局面之中，你还能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，仅凭这一点，就很让我吃惊，很让我佩服。其实这不难，在任何时候啊，只要在心里想着2个字：人民。只要你心里有这2个字，任何的政治风浪面前啊，咱的方向都不会错。是吧？从检讨的角度来说吧，过去咱们2个之间的这些矛盾和这种问题啊，这个责任主要是在我。我当时主要是从这个落实政策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，而你呢，总是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思考问题。从现在来看，你当时提的很多看法、意见都是对的。石宽啊，过去啊，你是我的老领导啊，今后咱俩可能还要在一起共事呢。在原西县的时候啊，咱俩有些碰撞，但是我大部分都是为了工作，所以啊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就行了。夫君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你对我是有恩的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要不是你每天跟我对着干，我跟着4人帮跑啊，可能到现在都回不来。啥是对，啥是错，在自己心里有一杆秤，对吧？夫君，过去我没有当好你的领导，今后啊，我要争取做好你的助手。是吧？在今后的工作中啊，我看我们2个可能还会发生一些碰撞，但是只要是为了工作，我觉得我们都能够互相谅解。我们现在应该齐心协力啊！我觉得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更艰难了。
你过去在行署已经干过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今后有啥地方做的不对，你要及时的提醒我，啊。你好像有话要说。书记，是这，您看我都跟您这么多年了，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里去锻炼一下？哎呀，你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就几乎认定我苗凯已经大势所趋，给自己找后路了。哈哈，不，我不生气。书记，您可千万别误会。您要是不愿意，我继续给您当秘书。是啊，你也跟我了好几年了，有了一些锻炼。不过年轻人老待在上面也不好。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我想到下面县里去。想到哪个县呀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到原南县。你可真会选呐！原南县是咱们全区最好的县呀，物资丰富啊，财政收入、粮食产量那是咱全区最好的呀，容易做出成绩，是一个出大干部的地方啊。我年纪轻，经验不足，就是想去好的县里边好好学习学习。那你下去准备干什么工作？有考虑吗？书记，我大胆跟您直说了，您也别见怪。如果不能当一个县委副书记的话，我就做个副县长。当然，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。想的挺好。啊。你去跟田复军当秘书怎么样？书记，您别开玩笑啊！嘿，不是开玩笑。我虽然跟田复军配合不起来，但我也不能拆他的台啊！哎，我让你去给田复军当秘书，可不是让你来替我递情报啊、传消息啊。你呀，是咱地委秘书里边最能干的一个。这田复军刚来，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秘书。我知道您是诚心的了，不过田专员恐怕不会接受。咱们黄原地区啊是个农业地区，咱们之所以落后啊，就是因为农业生产落后，啊，所以咱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，抓农业生产。今天我们大家一起下乡调研啊，就是为了找到咱们黄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出路。今天这个活动是农业局牵头的，可是农业局局长到现在还没有到。哎，通知的是8点半集中吧？对啊，8点半。你看，那好，我们一起在这儿等这个农业局长啊。中午要是回不来啊，大家不用担心我的，我通知食堂的同志们准备了一筐白馍，还有咸菜。田复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，他生气的是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如此不重视自己的工作，这也是对其他领导的不尊重。更重要的是，抓紧时间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，对他们来说又是如此宝贵。专员，哎呀，事情太多，耽搁了一会儿。你看看你的表几点了？9点多一点。9点多少？9点过10分。通知8点半集合，你9点10分才来，你迟到了40分钟。这要是在战争年代，你就被枪毙了。这么多人在等你，多少个40分钟，能干多少事情啊？我现在宣布一个决定，停止你的农业局长职务。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了。专员，下不为例。没有下一次，我在行署见面会上已经说过了，要整顿机关的工作作风。
笑，说说而已，最会动真格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，叫你们副局长参加。专员，你没有权利撤我职啊！你说的对，我是没有权利撤你的职，撤你的职要地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决定。我说的是停你的职。撞到墙头了。叫农业局副局长来。哎，通知司机把车开到黄源大桥的公交车站等咱们。咱们今天坐公交车出城，咋样？田专员深入基层，是为了解决大家坐车难的问题。我们交通局交通工作没有做好，我们心里感觉很过意不去。老百姓啊，上下班都要坐公交车。田专员，好，你参加今天的活动，这是这个城市生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，可能跟每个市民都有关系啊。我们不是在追究谁的责任，我是让大家深切的体会一下坐公交车的感受。另外啊，今天出去为了不惊动四方，请大家不要亮明身份。走。田专员，田专员，苗书记去省城住院了，让我跟您报告一下。哎，苗书记看病就不能在黄源看吗？非要到省城去啊？哦，是这，昨天已经请假过了。今天一早，省委办公厅来的通知说，省委时政副书记已经批准了。苗书记不在，咱也得工作吧。走。同志，买2张到黄源大桥的票。万里路下啊，黄源大桥不停车。哎，同志，黄源大桥不是有车站吗？为啥不停车？咱也不停。哎，那为什么？啥也不为。哎，我说你这话咋这多呢？那我们到黄源大桥下车怎么办呀？不停你下啥呢？有站为什么不停呢？早说过了停。我说你这耳朵长哪儿去了？您这同志说话态度能不能和气一点啊？要听和气话是吧？回去找你老婆去。好，行行行，2张去八里路的票。给零钱找不开。您那儿不都是零钱吗？为什么不能找啊？这零钱是为你准备的。卖票，卖票。见鬼！哎，小同志，我能问一下不呢？刚才过去那个空车为啥不停啊？妈说你这话咋这多呢？哎，你服务态度咋这么不好呢？我态度不好咋了？你想要啥态度呢？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哼，管我叫啥名字？哎，小同志，刚才你买我2张票好像没有找钱吧？着啥急你忘了？来来，谁给钱？谁给钱？哎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回事？我的哥哥，什么服务态度啊？你这……哎呀，司机快停车！有人打人了，快点，快点停车！快点！你这个咋在这儿？干什么你？
这是咱们黄原地区杏树专员。不要起哄，不要起哄。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去公司。每人罚款10元。行了，不要闹了。哟，还真是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赶紧走吧，耽误时间太长了啊！走吧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。今天啊，就算是一个现场办公会，问题都看见了，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解决。我们一定尽快解决。我把这辆车的司机和售票员都开除了。咋能这样处理问题？开除1、2个人就解决问题了？这种现象啊，我看是普遍存在的。群众不是已经编了顺口溜了？听诊器、方向盘、劳资干部、营业员，这些人啊，我们可能都得用得上。看病要找医生，买东西要找营业员，跟这些人把关系搞好了，我们办事情就顺利啊；搞不好了就麻烦。不能头疼医疼，脚疼医脚。各个部门啊，要尽快的发现问题，想办法解决，一定要尽快的改变咱们黄原地区的落后面貌。那现在到哪儿了？再有1站地就到黄原大桥了。好，我们走过去。好，好。老乡，哎，你们知道他吃的啥吧？不知道吧？机关做的太久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老百姓在吃啥了。啊，脱离群众啊，咱这就是忘本。你跟他们说一下，你吃的啥？黑疙瘩。你还有没有？我只有这一个了。我拿杯沫给你换，小白。来，咱俩换一个。一个白馍换3个黑疙瘩呀？那你这都划不来了吗？那是这，你把这馍给我掰半个，我给俺娃吃。哎呀，背啥背？拿着。不，我只要半个。你拿着吧，拿着。哎，司机长，你把这给他的分一下。你跟他们说一下，这是啥做的？这是黑高粱、玉米棒子、野菜合到一块儿。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，实际上他早有了一些打算。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依然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。更何况是时候改革农业生产方式，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了。安徽和四川的一些地方，群众自发性的已经把田分到各户了。在咱们黄原地区的农村，很多农民向工作组和调查组提出了责任承包和包产到户，还有互助组的问题。现在看来啊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一个很大的趋势。到底这么搞？俺们现在思想很混乱啊！搞农业生产责任制，会不会又出现新的问题，犯新的错误呀？过去我们不是一直说吗？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。这个桥梁我们已经走了20年了，俺们现在连天堂的边儿都没有摸到。老百姓现在连饭都吃不上。大家注意了没有？5月11号的《光明日报》刊登了一篇文章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我建议咱们回去以后啊，好好的研究一下。这篇文章对我们的指导思想认识很重要。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，我们必须敢于去实践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知道这个生产责任制的优缺点。像咱们黄原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，如果我们不砸烂大锅饭啊，我们不会有新的出路。那搞这个生产责任制，这不是否定了人民公社了吗？是啊。
俺回小岗村现在已经搞起了大城堡，四川的很多地方也在搞，中央没有否定这种方式，所以这就意味着这种方式可以搞。那谁见过正式文件嘛？没有正式文件就这么干，那可是要冒风险的。古人不是说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，不变啊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我有两个问题：一，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？二，如果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，继续坚持集体劳动，又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提得好，我个人的意见是这：对第一种情况不阻拦，第二种情况不强迫，让生产队去选，让大队去选，让农民自己去选。第一种情况不阻拦，第二种情况不强迫。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正式推广农村责任制以前，会有一个过渡阶段，这个过渡阶段不超过1年。我相信啊，到底是大锅饭好，还是生产责任制好，农民心里最清楚。我记得过去有很多农民跟我说，出工不出力，年底收个屁。所以让农民自己种自己的地，自己收自己的粮，这样对个人、对集体、对国家都有好处。农业局搞过一次调查，农民都说单干比大锅饭好。过去啊，不干涉。这么转变会不会造成新的混乱？不会，让人民过好日子，这是共产党从闹革命开始就定下的目标。不会了，今天这个会议就是一个定调的会议，搞生产责任制是我提出来的，啊，出了啥问题我负责任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我田福军大不了就是回家种地嘛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我就是回到双水村去种地，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。积重难返啊，必须动刀子，再不动刀子就晚了。田主任，我听了杜振贤的旨，为啥？清查小组经过严肃认真的复查，仍然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杜振贤不是文革期间的突击入党。好一个严肃认真的复查！我跟石宽同志都很了解杜正贤，为啥没有人向我们来问呢？没有直接的证据，足够的间接证据也是有效的嘛。你听杜正贤的旨，是为了回应我听农业局长的旨吧？我想问一下，你的真实目的是啥？啊？我就先用这种方式提醒你，不要走的太快太远，太快太远就容易摔跟头。你个人摔跟头，失败的是你自己，不能让整个黄原地区跟你一起摔跟头。你是为黄原好，我们都是为黄原好，但是我们的方向是根本不一致的。我是要推行生产责任制，你是极力的阻止推行生产责任制。我知道，目前全省还没有哪个地区推行生产责任制，我这么做的确是有点冒险。但是即便是失败了，我也可以为黄原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验和教训嘛。黄原的老百姓啊，过的穷日子太久了，咱们不能让他再这样继续下去了。同志，我可以不客气地说，你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1978年。1978年5月，党就开始了真理标准的讨论，已经澄清了人们认识思想上的一些模糊问题。你的这种做法甚至用新的冒进，
同时，全会还要提出尽快的恢复经济，解放生产力，恢复工农业的生产和发展。恢复和发展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，人民公社是好的，只不过是被四人帮破坏了。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。好，我们两个现在争论的问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论范畴了。这个问题严格的说，不是你和我可以争论清楚的。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时间证明啊，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，我们将失去黄原唯一的发展机会。黄原是咱陕西最贫困的山区，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，我们将永远落后。如果我们先行一步的话，我们甚至可能超越别人，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你。这是时代的步伐，谁也阻止不了。你，副局，农业局局长喝了农药，现在正在环医院抢救。